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公给公司谈成了1000万订单，找财务要50万提成，可他不屑地拿出一沓票，说老公报销的费用不合规，要先交罚款100万才能发。他接过一看，都是为了打点买礼物、请客吃饭的费用。老公气笑了，去找老板大伯理论。可大伯一边笑眯眯地阴阳老公，一边卸磨杀驴。小徐，你报销不合规这事，你就交罚款吧。加上你工作不认真，出于亲戚关系，这次就算了，交完给你打款提成，不然我就得大义灭亲了。这回轮到我气笑了，不用他来，我自己大义灭亲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办公室里传来老公的怒吼声：大伯，我兢兢业业5年，你现在污蔑我，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吗？我心一凉，赶忙冲进了办公室里。人高马大的老公此时红了眼眶，一脸不甘地看着坐在老板椅上云淡风轻的大伯。见我到来，大伯抿了口茶，眼神里满是对我俩的不屑。青文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把你老公带回去，吵吵闹闹影响多不好，跟个小孩似的。我还没说话，老公又急眼了，一巴掌拍在大伯桌子上，吼道：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之前的票都是合法合规的，都是增值税的票，怎么就不合规了？而且说我工作不认真，请拿出证据。小许，我刚才是看在青文的份上给你个面子，既然你非要蹬鼻子上脸，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说完，大伯的美女秘书拿出了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上面放映着一个 PPT， 大多数都是公司监控拍下的照片。你多次违反公司规章制度，比如昨天上午9点，你上厕所超过15分钟，我拉肚子都不行吗？老公刚想反驳，大伯就不耐烦地敲了敲桌子。小许，我好歹也是你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走过去拉住了老公，示意老公按兵不动。见我们没有继续说话，大伯才继续说道：上个礼拜二，你迟到了3分钟，根据监控和考勤那边记录，你来公司这么多年，迟到的次数比整个公司加起来还多。上个月2号下午上班都5分钟了，你还趴在工位上睡觉。要是所有员工都像你这么懒散，多睡5分钟午觉，那公司岂不是浪费了几个小时？上次出差，你身为一个销售，居然敢订飞机票、买礼物、冬虫夏草燕窝高达50万，请客吃饭1顿就10万，你难道不知道那是副总以上的职位才有资格的吗？看着大伯将老公的违规违纪行为如数家珍地抖落出来，我就气得想笑。老公是销售，本来就不像后勤一样有固定上班时间，他随时随地都要去接客户，熬夜熬得掉头发，应酬喝到差点吐血，迟到几分钟怎么了？多睡几分钟又怎么了？这么多年，我们夫妻俩把大伯的草台班子硬生生搞到本市的行业龙头，可以说是既有功劳又有苦劳。可在大伯眼里，却容不下我们这么点小毛病。现在将近年底，老公刚谈成了1000万订单，按照合同可以有50万提成，再加上年终奖和各项福利，杂七杂八加起来有70-80万要发。可他张口票不合规，就要罚款100万，倒反天罡的反过来碰瓷我们。我算是明白了，大伯来这么一遭，就是为了卸磨杀驴。老公也被气笑了，估计他也懒得扯皮，便直接说道：这个票是合规的，都是给客户送礼的，你可以让财务去查，不是伪造的假票。这个是税务局查，都说没毛病。既然你已经对我不满意，
那我就不干了，你开除我也行，但是需要把我应得的提成、年终还有赔偿都赔给我，我马上走人。”谁知如此合理的要求在大伯耳朵里却像是天大的笑话。你在搞笑吗？你多次重大违纪，我没管你要3倍罚款已经够可以了，你还有脸管我要赔偿？说完，大伯又翻了一页 PPT， 只见上面好几张照片，竟全都是老公醉醺醺的样子。这些照片的共同点就是老公旁边都有不同的女人，在这个拍摄的角度下看起来十分暧昧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亲吻你也一定被这个渣男蒙在骨子里吧？他就是看起来老实，私底下玩得可花了。我盯着上面的照片，没有说话。老婆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，你要相信我啊！老公在一旁焦急地喊道。看着大伯得意自满的眼神，我淡淡一笑，朝他拍了拍手。大伯，你还真是英明神武啊！我支持你开除他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听完我的话，老公都被惊掉了下巴。我无视他失落震惊的眼神，径直看向大伯，就见大伯眼里笑意愈发明显，算计和贪婪都快兜不住了。我不接受，你这是造谣！王建国，我这10几年来对公司兢兢业业，我刚还谈了个2000万的订单，可以说公司到如今这个位置，我有1半的功劳。结果你就这样对我！老公愤恨的恨不得吃了大伯，可大伯却不以为然，反而又嗤笑出声，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老公。小许啊，你也太天真了吧！我承认你是有能力，但公司能混到今天这样，靠的是公司的好产品、好口碑。如果没有公司这么尽心尽力培养你，如果没有公司这么广阔的平台，你到现在都是一个赚几千块钱的小白领。可你呢，非但不对这么好的公司、这么好的老板感到感恩，反而还目无尊长，多次违纪，甚至还对我侄女不忠。本来看着都是男人的份上，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看你这样也没什么必要了，只怪我看错了人。最后再给你一些体面，你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老公听着大伯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些话，气得浑身都在发抖。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随后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。算他识相，亲吻你也别太伤心了。我早看那小子不是个好人，离了他更好。改天大伯给你介绍一个，是吗？那可多谢大伯了。我就知道大伯慧眼如炬，要不是你，我还真看不出来呢。以后我可得多和你学学。我皮笑肉不笑地恭维着他，心里的白眼都快翻到天花板上。他最吃这一套，一张胖脸上藏不住的得意。女孩家家学这些有啥用？多学学怎么管住自己男人的心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了，以后我要多抓考勤，绝不能让公司再继续这样懒散下去。以后不管是后勤还是外勤人员的上班时间都提早到8点半，下班时间延后到7点，迟到早退一次乐捐100，3次以上直接罚半个月工资。还有上厕所的时间也要严格控制，以后上班时间去上厕所必须向人事报备，每天最多2次，一次最多5分钟，超出乐捐200。最近公司业绩不好，为了降本增效，公司免费的纸巾、饮用水全部取消。如果要加班到晚上，那么所有加班人员也要一起把当晚电费给了。说完，他满意的躺在老板椅上，似乎在回味自己刚出台的震撼决策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懂感恩，天天就想着钱，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。钱有那么重要吗？钱难道有一个好公司、一个好氛围
一个好老板重要吗？我得好好给现在这些浮躁的年轻人上一课。以后周一上班时间再提前半小时。我要求所有员工一起朗读公司手册、论语等名著，要让员工们对老板和公司建立起感恩之心，这样才能不论钱财，更加卖力的工作。听着大伯的大展宏图，我没有任何反对，反而还不留余力地夸赞着他。大伯，你说的太对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太浮躁了。要我说，工资一点都不重要，有这么好的公司和老板，我不要钱，我都愿意来。大伯果然被我说得舒爽至极，尾巴都翘到了天上去，当即就让秘书把自己刚才新增的规章制度传达下去。我看着他发出一声冷笑，继续笑吧，他很快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捧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回到家里，我刚好和愤怒的老公对视，过了好一会，我俩不约而同地笑出了声。我还以为你真的觉得我出轨了呢，我好伤心。老公委屈巴巴地依偎在我的肩膀上。我们10几岁就出来打拼，从5平米的出租屋奋斗到200平的大平层，早就对彼此信任至极。那些照片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是有意抓拍的。我和老公都是销售，在外应酬时的一些接触是无可避免的。凭借几张照片就想挑拨我们夫妻感情，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了。现在怎么办？那可是70、80万啊，难道就不要了？老公憋屈地说道。怎么可能不要？该是我们的一分都少不了。你现在就发朋友圈说自己离职了，尤其是那些大客户，你直接私信他们。10几年的打拼，我俩早就积攒了不少人脉。大伯在5年前走狗屎运中了彩票，便拉着我们入伙。我们有人脉，他有资金，3人一拍即合，5年内将一个草台班子做到本市行业龙头。可如今功成名就，大伯却飘飘然了，一个没文化没本事的暴发户。要是没有我们，再给他5000万也是被败完的结局。他又怎么会知道钱在这残酷的商战之中是最没用的东西？果不其然，老公的那些大客户在听到公司如此操作后，纷纷为他打起了抱不平。更有甚者，居然打算直接取消，其中就包括那笔1000万订单。当天晚上，老公就接到了大伯的质问电话：许成刚，你到底干什么吃的？为什么那边说要取消订单？赶紧给我滚回来解决这件事！都已经撕破脸了，老公哪里还会惯着大伯，当即就骂了回去。王建国，你以为跟谁说话呢？我都被你开除了，公司的事也跟我无关。你不是说你公司产品好，口碑好吗？这样看来也不行啊。说完，老公就挂了电话，一阵畅快。很快，大伯又打给了我。青文，你赶紧叫你老公回来，现在那边要取消订单，大部分尾款都没收到呢。可我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抽泣着说道：大伯，我跟他吵了一架，现在要离婚了，他在哪我也不知道，我真是服了，没一个是人。大伯在电话那头怒骂，一点都没有早上那般云淡风轻。大伯你别急啊，那边取消是他们不识货，不就是2000万吗？以咱们产品的口碑，2个亿的订单都不在话下。听完了我的恭维，大伯这才稍微好受一点。对了，我这有个应酬，就是上次你见过的那个高总，人家点名要和你谈，你现在赶紧来一趟。对了，妆化好看点。说完，大伯就不容拒绝地挂断了电话。我和老公对视一眼，便打算一起去赴约。老公蹲在包房外面，要是见形势不对就冲进来。一进去包房，就看到大伯已经和那个高总喝了一瓶了。见我进来，
那个高总用一种油腻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，又不时地和一旁的大伯交换了一个猥琐的眼神。我知道我这是被当成筹码了，不过我还是微笑地坐了下来，和高总打过招呼后，便从包里掏出几份文件递给大伯。王总，您还没给财务签工资表，还有新入职同事的合同也要签一下，我刚好就顺道带来了。大伯已经喝得醉醺醺了，也没仔细看合同内容，就拿过去签字，嘴里一直念叨着：真服了，又要给这帮员工发工资，到底谁发明的工资？我给他们工作，给他们成长的机会，按理来说不应该是给我钱吗？签完后，他便将我带到他和高总中间的位置，还让我往高总身边挪了挪，都快贴上去了。亲文，高总可是很欣赏你啊，指明要和你谈这单生意，你还不快敬高总一杯？接着他又和高总说道：我大侄女漂亮吧，跟20岁小姑娘似的，刚离婚，就喜欢高总这样成熟有魅力的男人。我保持着微笑，给高总和大伯一人敬了一杯，随后我不着痕迹地挪开了高总伸过来的咸猪手，说道：咱们还是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公司的产品吧。一听到要介绍自家产品，大伯突然就来了劲，朝着高总就侃侃而谈道：真不是我吹，我家的产品在我们市称第2，就没人敢称第1。恕我直言，其他公司那些产品都是垃圾，没眼光的人才会去选他们。大伯说完这话，高总顿时就露出了不悦的神色。毕竟在这之前，高总就是用的别家的产品，大伯这么夸夸其谈，不就是在骂高总是个没眼光的人吗？可大伯本来就是个缺心眼的人，喝了几杯酒，更是心高气傲到没边，哪里看得出高总的脸色不对劲？当然，我也不会提醒他，我只会像哄幼儿园小屁孩一样夸他。那可不，咱王总就是牛，高总您选了咱家产品，一定会觉得物超所值的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大伯就伸着胳膊攀上了高总的肩膀，开始称兄道弟，抬手不是抱歉，是老弟你还得练，要是信老哥，就赶紧把你那些破铜烂铁给换了，包你满意的。我一边给大伯捧哏，一边给大伯倒酒。大伯早就已经被我的马屁和酒精给弄得飘飘然了，全然没有发现自己这种行为有多么的不礼貌，也没发现高总的脸色愈发阴沉。终于，大伯喝断片了，一脑袋磕在了桌子上，呼呼大睡起来。高总如释重负一般，冲着我冷哼道：你大伯未免也太过热情了，真不知道他怎么混成今天这样的。说完，他站起身来就想走。高总，别急着走啊，天底下生意伙伴那么多，换一个更好的怎么样？与此同时，我把老公也一起叫了进来，三人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当着大伯的面，把本该属于他的生意订单全部截胡。合作愉快，高总。我和高总握了手，又看向大伯，你的好日子要到头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大伯在他的办公室里醒来，他看了看我，似乎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。高总，那笔订单你签下了吗？大伯问道。当然。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，大伯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。随后，他突然朝我露出了一个猥琐的神色，轻佻地说道：拿下这笔订单可没少下功夫吧？不得不说，这女的来钱就是快，我还没做出什么反应呢，外面就传来一阵嘈杂和吵闹声。上班的地方大吵大闹像什么样子？全都给我扣工资！大伯骂骂咧咧地走了出去，就看见好几个员工站在门口与秘书对峙。我昨天陪客户陪到凌晨2点，单子也谈下了，
晚来一点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根据公司新规，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，第二天都得要在8点半之前赶到，迟到需要乐捐100块。大伯的美女秘书看起来十分嚣张跋扈，好像公司就是他开的一样。那我加班到那么晚，怎么不给我加班工资啊？合着好处都是公司的，我们什么辛苦工作还要被扣钱？那咋了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要是有意见就去找老板去。秘书满不在乎地说道。此时大伯也来到门口，不耐烦地骂道：吵什么吵？不遵守规章纪律，直接开除！你不干，有的是人干。大伯本以为这句话能威慑到自己的员工，谁料却起了反效果。一个刚入职的新员工根本就不惯着大伯，直接毫不客气地回怼道：开除我可以啊，把我的工资现在结给我，这种垃圾公司我还不愿意待着呢。工资？你有什么脸要工资？你给公司创造了什么价值？没有。但你在公司上班，用了公司的电，喝了公司的水，还占用了公司的空间，我应该管你要钱才对。现在的年轻人懂不懂什么叫做感恩啊？我给你们工作，相当于你们爹妈给你们生命，要不是我给你这么好的平台大展手脚，你现在就是一头猪，是社会的败类，父母的吸血虫。大伯越骂越起劲，丝毫没有注意到那个小年轻的脸色愈发黑沉。你有本事再说一遍！小年轻一字一句说道。说又怎么了？你爹妈也是2个败类，才能教出你这么个小废物。上班就想要工资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？我今天就要替你爹妈教训你一下。说完，大伯居然想伸手去打那个小年轻，可巴掌还没到呢，他的手就被一把抓住。下一秒，小年轻一把抓着大伯的头发，巴掌使劲地朝大伯的肥脸上招呼着。小年轻的巴掌抡圆了，往大伯脸上抽着，没一会儿就把大伯抽成了猪头。反了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你敢打老板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大伯哀嚎着，但他话还没说完，整个人就被小年轻拽出了门，在大街上拳打脚踢。现在正是上班时期，不少行人都驻足围观，快门声和叫好声此起彼伏。现在就是你不结工资的报应！小年轻一边说一边揍，围观的都是打工人，一听是老板不给工资，纷纷声援。打得好，打死这个狗老板！不给工资开什么公司？这种人怕是想吃子弹了。兄弟，给你砖头，别打坏了手！大伯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，疼得不停爬窜。快点报警，救我啊！我可是你们的老板，你们还想不想要工资了？他大声哀嚎着求救，但我们公司的员工几乎没有一个出手相救。他本来就是个扒皮黄世人，现在再这么一做，更是没人会去管他的死活。到最后，还是大伯的美女秘书哭着报了警，才把被打得半死不活的大伯救了下来。大伯在医院里一边接受包扎，一边控诉着这帮白眼狼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一群白眼狼。我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，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，自己爹被打，都在那里干看着，全都不是人。与此同时，老板的美女秘书心疼地给他擦着药水，眉来眼去之间，我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暧昧的气息。被这么一搞，公司的大部分员工都提出了辞职，并且搜刮了公司这些违法的证据，打算去仲裁。这件事我也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大伯，简直不可理喻。这些没有感恩之心的人，除了我这么好的老板会收留他们，还有谁会要？大伯愤懑不平，老板秘书却有些后怕地说道：老板，公司没有交社保，一批老员工到现在都没签合同，
他们要是去仲裁，肯定能打赢的。你要不还是赔他们点钱，安抚他们一下吧。听完老板秘书的话，大伯还没说话呢，我就先直接义愤填膺地打断：赔什么赔？他们违反规章制度还有理了，就算去法院也是咱们占理。这些人都是可有可无的小喽啰，等高总那笔大单子谈下来，咱们公司可就是他们高攀不起的公司了。听了我这话，大伯果然再次飘飘然起来。他大字不识，自然也不知道什么叫劳动法，更不知道自己这5年来做的违法事件有多少。只要员工们去劳动仲裁，一告一个准。对，还想从我这里要钱？不可能！离了公司是他们没眼光。之后等我们公司走出国际，成为世界500强了，他们就算跪在我公司门口，我也不会让他们进来的。说完，大伯似乎是已经幻想到了自己作为500强公司老板的巅峰生活，竟不顾自己身上的疼痛，在病床上大笑了起来。秘书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看大伯这样，最终还是闭上了嘴。青文啊，你没事就先回去吧，这里有刘秘书在就行了。我深深地看了他俩一眼，就看见秘书脸上闪过一丝绯红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快步离开了病房，我透过房门上的透明玻璃向里面看去，就看见大伯已经急不可耐地亲上了秘书的脸。他俩的关系果然不一般，也不知道大伯母知不知道。说曹操就到，楼道里出现了大伯母的身影。大伯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我这个当侄女的肯定也得通知大伯母了。青文，你大伯的伤严不严重啊？戴伯母焦急地问道。可下一秒，他就看到病房里面的暧昧光景，瞬间，他爆发出一道尖锐的尖叫，狠狠地冲进了病房里。王建国，你敢背着我偷人，我要杀了你！病房里传来尖叫、怒骂、殴打和哭泣声。只见大伯母一手抓着一个脑袋，将大伯和秘书的脸都给抓花了。大伯起初还觉得自己理亏，忍了好一会，但是看见自己亲爱的小蜜被大伯母弄得衣衫不整，被周围看热闹的人都给看光了，一下子就不淡定了。下一秒，他狠狠地朝大伯母脸上抽了一巴掌，怒骂道：王艳芳，你闹够了没？我为什么出轨？还不是因为你肚子不争气，没给我生个儿子吗？这么多年，你吃我的用我的，花了我多少钱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就离。大伯母捂着自己被扇得红肿的脸，怔愣地看着大言不惭的大伯。随后，他被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好啊，好啊，离就离。说完，大伯母夺门而去。无理取闹，真是不可救药。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大伯心疼地扶起秘书安抚道，一边不遗余力地辱骂着大伯母。我没事，就怕他到时候找你麻烦。秘书可怜巴巴地说道。大伯还没说话，我直接一拍桌子骂道，他有什么资格找麻烦？大伯，你将来可是世界500强的大老板，他要和你离婚是他的损失。大伯，你可千万不要心软，又不和他离婚了，趁现在赶紧离。那些车子房子都可以扔给他，反正都是些小钱。要是等到你赚大钱之后再想离婚，到时候分的钱可就多了。听我这么一阵吹嘘，大伯又是一阵得意，忙不迭地点了点头。对，大侄女说的对，可不能让这个没福气还生不出儿子的女人分了我的财产。我马上就和她离婚。大伯很快就和大伯母离了婚，他是过错方，十分大方地把车子和房子都给大伯母。当然，这些钱对他这个未来的世界500强公司老板来说都是小钱。至于那些闹着要离职，
要去劳动仲裁的员工更是不识好歹，都是没有福气的员工，自然不能和他一起享福。对于收到的法院传票，他完全不放在眼里，甚至连律师都不请，直接出庭诡辩。毕竟在他看来，是这些员工先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，他开除是天经地义。而那些不交社保、不按时发工资、克扣提成、胡乱罚款的事，就更不是事了。他们为公司创造了什么价值？有什么资格要那些钱？可他还是错了。员工们胜诉的消息给了他当头一棒，他要把所有员工的工资、提成、赔偿金，还有那些胡乱的罚款全部还回去。这可是一笔不菲的金额，但是他面对板上钉钉的判决，却仍然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哪怕被愤怒的员工们堵在了公司里，也一口咬死就是不赔。法律有什么用？法律的判决就是对的吗？在我的公司，老板就是王法。你们这帮不懂感恩的人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我告诉你们，我马上就要谈成亿万订单了，到时候我的公司可就是你们高攀不起的了。你们要是还想进步，就跪下来给我磕头认错，再给我免费干5年工，我就大发慈悲让你们留下来。面对大伯如此大言不惭的言论，员工们自然不惯着他。不给钱是吧？那办公室里的电脑、空调、桌椅板凳，还有老板办公室里那套红木茶几，能搬的全都搬走。你们快点放下！你们这是抢劫，是犯法的！我要报警抓你们！大伯崩溃地护着自己的红木茶具，但下一秒他就被一脚给踹到一边去。你拖欠工资，拒不执行也是犯法。怎么没想到报警把自己抓进去？就这样，整个公司都被搬空，连地毯都没给他留下。就算报了警，警察也没什么办法。比较他确实欠了钱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换不起钱就换等价的东西。大伯就算喊破天喊破地，也没有人去帮他了。这下这个公司在我们这一片名声是彻底臭了。除了他的小秘书之外，所有的员工都走了。同时，各种招聘软件都被正义的网友给侵占举报，很快就被下架。现在连人都招不进来，更别提做业绩签订单了。不过都到这个份上了，大伯还觉得是他们不识好歹，自己的产品这么好，他这个当老板的又自己出面来卖，这不得卖个几千万？可想法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市面上各种竞品层出不穷，比他好或者比他优惠的比比皆是。那些客户们为什么之前选择大伯公司？不正是因为他们信赖我，信赖我老公，信赖其他销售人员吗？这些都是我们日积月累下的人脉和信任，是钱买不到的。这下他终于慌了，开始对我连环夺命口。亲文，高总那边怎么样了？我货都备好了，他们什么时候把钱打过来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作为他的侄女兼心腹，作为跟在他身后不断溜须拍马的马屁精，作为一步步将他夸到天上去的狗腿子，我就是他的定心丸。可是我却在此时不再出现在他面前，面对他的质问，我都是敷衍了事。我也不太清楚，我去问问吧。不知道哦，高总那边可能忙，过1个月再看看。我这边还有事，先挂了。您拨打的用户正忙。办公室里的监控被我走之前连上了，看着监控画面里，大伯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，一张肥脸焦急得不断出汗。至于他的小秘书，虽然还在旁边陪着他，但显然不如以往那般谄媚和耐心，现在连一张好脸子都没了。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还能不能拿到钱？
秘书不耐烦地问道。我哪里知道？王清文他不接我电话，谁知道他陪睡陪到哪里去了？大伯气得狠狠踹了一脚墙壁，灰白的墙灰抖落下来，显得这间公司更加萧瑟。很快，大伯就做出了决定，那就是亲自去见一次高总。大伯来见高总的那天，高总正好邀请我和我老公去他们公司商讨后续事宜。刚驱车来到，我就看见大伯对着前台怒骂我：王建国，我可是你们高总的贵客，贵客还要预约，我可是跟他要谈1个亿的单子呢。嗓门之大，让大厅里所有人都纷纷驻足围观。不好意思先生，我从没有听高总说过您，我们高总今天也约了客户要见面，也没有您的档期。如果您真的认识高总的话，就请联系他，让我们这边安排预约。如果您执意要闹事的话，我可能需要叫保安来帮忙了。前台说道：你们高总今天约的客户就是我，你赶紧把他叫下来，不然我让他开除你。见大伯如此嚣张，前台直接叫来了保安，拉着大伯的手就想把他给抓住去。就在此时，高总从电梯里下来了。大伯见到高总，瞬间两眼放光，连滚带爬地走了过去。高总，高总是我啊，我们不是签了订单吗？货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赶紧付钱，我好把货送给你啊。可高总却嫌弃地看了大伯一眼，说道：我什么时候跟你签了订单？我是和王总签的订单。没错啊，我就是王总啊。大伯怔愣地问道。下一秒，高总看见了在一旁等候我和老公，微笑地朝我招了招手。王总，徐总，来这边。我和老公站起身来，径直从大伯身边走过去。那一刻，大伯脸上犹如被冰冻一般，连呼吸都停住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王清文，你使了什么坏心眼子？我才是王总，这笔订单应该是跟我签的。我快要上电梯了，大伯突然冲了过来，死死地抵着电梯门，把在场所有人都给吓了一跳。很快，保安就涌了上来，将大伯给牢牢制止住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觉得就凭你那些上不了台面的残次品，我就会和你签单子？做梦吧！王总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合作人，有丰厚的人脉，还能拿到最优惠的折扣。现在他和他爱人已经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。至于你，赶紧走吧。高总说完就想上电梯，可紧接着他的大腿被大伯死死抱住。股东，我也可以入股，我有钱，我有的是钱。哦，是吗？那不如高总给他一个账户，看看他的诚意如何吧。我蹲下来，看着大伯涨得通红的脸，微笑着。他对我的眼神里满是恨意，但在这个场合又不敢发作。接着，他掏出手机，输入了那个账户，准备转账。我当然有诚意，我这张卡里应该有100万，我全部转过来。可是他却收到了转账失败的消息。不可能啊，明明有钱的。大伯一下子就慌了，忙点进去余额查看，账户上的23.98元让在场所有人都忍俊不禁。这下大伯彻底傻眼了，接着他爆发出一阵尖叫，开始对之前的财务疯狂呼叫。很快，财务就接了起来：为什么我的卡里没钱了？之前不应该有100万的吗？现在都去哪了？大伯咆哮着喊道，而财务的话却让他心都凉了半截。你那张卡里的钱不是都转给许成刚了吗？他的50万提成加上30万年终奖，还有你非法辞退应付的2N 赔偿，加起来就是100多万，不就是你签的字吗？我还有存档呢，你可别想赖在我头上。大伯听完后，手机掉在地上，忽然他想到了什么，朝我怒目而视。
是你上次给我的那堆文件。没错，上次我把各种手续都放在了那堆文件里，他这个傻子根本就没注意，直接签了。不过我也不怕他告我，毕竟这些提成、年终奖还有赔偿都是他应该付的，我只不过是让他早一点付钱而已。王清文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要不是有我给你这么好的公司，你能有今天这个地步？良心被狗吃了是吗？啊！大伯此时像一头发狂的野兽，恨不得冲上来将我整个撕碎。可他被保安死死按住，连动都动不了。我看着他这副窘态，和前几天那个意气风发、满脑子想着成为500强老总的大伯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伸出手，我狠狠地拍了一下他的肥脸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醒醒吧，没有我们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谁都可以踩一脚。”说完这些后，我神清气爽，和老公一起上楼谈生意去了。公司账户上本来就因为各种没给完的尾款，导致入不敷出，公司里其他东西都被瓜分了干净，个人账户上的钱也全部用作我老公的赔偿，名下的车房还给了大伯母。这下大伯彻底沦为了穷光蛋，他的秘书见他没钱，毫不犹豫地甩了他。可他却觉得自己可笑的自尊心遭受了践踏和背叛，居然一刀捅进了秘书的腹部。好在秘书被抢救了下来，而大伯也锒铛入狱，得在牢里面蹲好几年。时过境迁，我的2个孩子也逐渐成长。作为高氏集团的股东，我们动用自己的人脉与能力，让高氏集团的身价又翻了几番。虽说还走不出世界，但在国内也可以算是名列前茅了。每年光是分红就有1000多万。这天下午，我们一家4口正在逛街，突然我看到不远处的垃圾堆里好像有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人居然是刚出狱的大伯。他在监狱里蹲了几年，本来200多斤的身体，现在已经瘦削不堪，身上的皮耷拉下来，不断晃动着。此时正在垃圾堆里找着能吃的东西。我们从他旁边走过，可以听到他不停在喃喃自语：“我是世界500强公司的老板，我是你们的衣食父母，你们应该对我感恩戴德。”看样子应该是傻了。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么丧心病狂的话，也不会沦落到这种地步。这个结局反正是他自找的。我拉着孩子们赶紧离开这里，可不能让这种人冲了我们的财运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